大家好，我是阿光。冬天我們一定要多吃白蘿蔔。首先準備一條白蘿蔔，刮掉外皮，然後把頭尾切掉一小部分。接下來我們對半切開。很多朋友在切蘿蔔絲的時候很擔心會切到手，其實我們只要像視頻中這樣從側面切上一刀，先切出一個平面，然後我們在切片的時候就不會滾動。今天的蘿蔔絲我們盡量的切小一些，這樣方便下一步的操作。老人常說冬天的蘿蔔賽人參，所以我們一定要多吃一些蘿蔔，這樣對身體非常的有益。蘿蔔的做法也有很多種，今天分享一道不一樣的新吃法。把所有的白蘿蔔切成視頻中這樣均勻的細絲，放在準備好的大碗中備用。接下來我們要來處理一下，往碗中加入一大勺的食鹽，然後再抓拌一下，使每一根蘿蔔絲表面都能夠裹上薄薄的一層食鹽。這一步的目的是殺出蘿蔔絲裡面的水分，同時可以去除蘿蔔裡面的苦澀味。放在一旁醃制10分鐘左右。接下來我們簡單的準備一些配菜，準備小塊去皮的胡蘿蔔，同樣也切成薄片。胡蘿蔔含有豐富的胡蘿蔔素，也是小朋友們特別喜歡吃的。稍微的整理一下，我們再切成稍微細一點的胡蘿蔔絲。胡蘿蔔絲切好以後，我們再切成小丁。胡蘿蔔丁我們也要切小一些，這樣方便成熟，也方便入味。全部切成视頻中這樣，放在提前準備好的碗中備用。接下來準備一小段香腸，我們把香腸切成薄片，然後再切成均勻的小條。如果不喜歡吃香腸的，也可以用火腿腸來替代。然後再切成稍微細一點的小丁，全部切好以後，放在提前準備好的盤中備用。接着我們再準備幾朵清洗乾淨的香菇。首先我們把香菇對半切開，接着再把香菇切成細絲。香菇不僅可以增加菜品的香味，同時還可以增加營養。最後全部切成稍微細一點的香菇丁。全部切好以後和香腸放在一起。接下來準備一小把清洗乾淨的香蔥，我們直接把香蔥切成稍微短一點的蔥花。全部切好，放在準備好的碗中備用。時間差不多了，現在的蘿蔔絲也已經醃制好了，同時醃出了很多的水分。接下來我們加入大量的清水，我們要把蘿蔔絲來清洗一下，去除表面的一些鹽分，大約淘洗2到3遍，充分的把蘿蔔絲裡面的食鹽清洗乾淨。接着把處理好的蘿蔔絲放在準備好的紗布裡面，我們要借助紗布把蘿蔔絲裡面的水分擰乾，這一步非常的關鍵。經過這樣處理以後的蘿蔔絲更加方便入味。全部擰乾以後，我們再把蘿蔔絲放在案板上，接着我們再來給下刀，我們用刀直接把蘿蔔絲剁成碎末。今天的蘿蔔絲也不要剁太小，稍微有一點點顆粒感也是可以的。全部切成視頻中這樣的小丁就差不多了。全部切好以後，放在提前準備好的大碗中。接下來我們起鍋，加入少量的食用油，油溫烧熱以後，下入切好的火腿丁，然後把胡蘿蔔丁也倒下去，開小火煸炒，充分的把胡蘿蔔丁炒熟，把火腿丁炒出香味。接下來我們再把香菇丁也倒在裡面，再次翻炒均勻，把香菇炒出香味。接下来我們加入少量的雞精調味，這裡我們千萬不能加食鹽，因為香腸比較鹹。充分的把所有的食材炒出香味，大約翻炒20秒左右，充分的炒出香味之後，放在一旁備用。接着往蘿蔔丁裡面打入2顆雞蛋，
雞蛋的數量也不需要太多，2個就可以了。接着加入少量的食鹽，少量的胡椒粉，然後加入小半勺的生抽，其他什麼調味料就不需要添加了。用筷子攪拌均勻，使蘿蔔丁和雞蛋完全的揉合在一起，大約攪拌2分鐘左右，攪拌成視頻中這樣就差不多了。接下來把炒好的配菜全部倒在裡面，蘿蔔丁裡面加入雞蛋，可以增加營養，同時還可以增加粘稠度。再次用筷子充分的攪拌均勻，使所有的食材完全的揉合在一起。接着往碗中加入2大勺的糯米粉，再次用筷子充分的攪拌均勻。攪拌的時候，我們一定要朝同一個方向攪拌，這樣才能夠攪拌得更均勻一些。大約攪拌2分鐘左右，攪拌至沒有乾糯米粉就差不多了。攪拌成視頻中這樣的粘稠度就可以了。接下來我們準備一個托盤，把準備好的麵糊全部倒在托盤裡面，然後準備一把小勺子，稍微的整理平整，這樣做出來的成品會更加的美觀。接下來我們準備一個蒸鍋，我們就把托盤放在蒸鍋裡面，靠上鍋蓋，開大火，大約蒸25分鐘左右。時間差不多了，我們打開鍋蓋看一下，哇，好香啊！整個廚房都是蘿蔔的鮮香味。現在的白蘿蔔雞蛋餅已經完全的蒸熟了，我們就用食品夾取出來，放在一旁晾涼。晾涼之後，我們再用小刀在四周劃一下，這樣方便脫模。托盤的底部鋪上了汽油紙，像視頻中這樣直接倒靠過來就可以了。接着我們再來改下刀，我們首先對半切開，然後再切成2公分左右的小長條。其實現在也可以開始吃了，喜歡吃辣椒的可以蘸一些辣椒醬，如果不喜歡吃辣椒的可以直接食用。為了更加的好吃，我們還需要加工一下，往平底鍋裡面加入少量的食用油，我們再把蘿蔔雞蛋條放在鍋裡面煎制一下，全程開中小火慢慢的煎制，我們要把兩面都煎至金黃。親愛的朋友們，視頻都看到這裡了，借您花菜的小手點個讚再走唄。您的每一個點讚留言都是我前進最大的動力，非常感謝您一直以來的支持與鼓勵。像視頻中這樣煎至兩面金黃，直到隔壁都能聞到香味就可以出鍋啦。外酥裡嫩，看着都非常的有食慾。如果你也喜歡，就收藏起來試試吧。如果今天的視頻對您有一點點幫助，就麻煩點讚、收藏、留言並轉發出去。另外頭像還可以看到更多家常菜製作視頻。好了，今天的視頻就簡單的分享到這裡了，我們下個視頻再見吧。